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斗罗大陆逆转时空的队伍搭配。先给大家一个概念，这个游戏是需要养两支队伍的，因为很快的游戏就会出现需要两支队伍的副本。就比如冰火两仪眼这里，就会需要你分别使用两支队伍来打通上半段和下半段。后期也会有需要三支队伍的玩法，需要你3盘2胜来通关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提前想好自己要玩哪两支队伍。游戏有5个体系，系统已经帮你分配好了，当然这些队员不需要全跟，因为官配的队伍顶多只能参考，通常都不会是最强的。PVP 最强的队伍是生存队，但这是个中期才发力的队伍，因为它要靠全队的坦度来支撑。在前期队员星数还不达标，技能还没有激活的情况下，它的强度会比较有限。生存队还有另一个很大的缺点，那就是它的 PVE 能力比较弱。生存队玩的是5保1，只有陈心是队里的输出，其他全是生存位。如果是遇到那种血量会持续，需要连续通关的副本，那就没什么问题，因为这是生存队的强项。但如果是刷分活动，生存队几乎都是包围的，因为只有陈心一个人在输出，而且他还是打全体的，对单能力比较弱。在斗罗之路这里也会有很多特别的通关条件，如果遇到只能上阵单人又还有回合数限制的，那生存队也是不好打的。别的队伍可能摆一个主输出就可以暴力通关，生存队这种靠整个队伍来和对方磨的体系，只要输出不够，遇到这样的通关条件就会卡很久。虽然生存队是 PVP 最强的队伍，但我却不推荐无氪玩家去主玩这个队伍。一来是因为 PVE 的资源更重要，它才是无氪玩家能快速成长的关键。二来是生存队需要的资源多，等无氪玩家养起来，游戏也早就进入时空魂师的时代了。三是无氪玩家没有能力同时养起2支队伍，氪金玩家遇到困难可以换队伍来打，但无氪玩家却没有这个能力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很喜欢陈心，把它当成2队来玩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是氪金玩家，或者喜欢 PVP 的玩家，那么生存队就是你的首选，它可以用很久，也很容易过渡到后续的时空阵容。生存队比较重要的核心队员是宁荣荣、宁风致、鬼魅、海魔女。详细的阵容配对，我们之后单独开一个视频再说。接着是暴击队，主输出是唐三，副输出是小舞。虽然也有人喜欢用小舞来当主输出，但个人比较不推荐。前期会更推荐大家去玩这个队伍，因为它成型快，而且很暴力。唐三活动就会送1支，第7天史莱克自选还可以再拿1支。小舞也可以通过充值就拿到1支。小舞绝对非常暴力，但之所以推荐让唐三成为主输出而不是小舞，原因还是在于唐三比较好培养。他们俩最大的差距是，唐三可以在核心魂师自选里拿到，但小舞不能，这样培养起来的速度就会差了很多。另外，这里也要修正一下上一支视频的错误，游戏第8天就会推出时空魂师千仞雪，不是20天，所以第8天就要预留2万钻来买卷。千仞雪可以直接成为队伍的主输出或副输出，所以氪金玩家是可以集中养唐三，然后直接把千仞雪抽出来当主副输出就好了。暴击队在前期大家的养成都还很低很脆的时候，会有很大的优势，属于前期就能发挥的队伍。但随着时间往后移，优势就会慢慢消失，成为倒数第2。但这个问题不大，到时大家都已经转型了。暴击队也是 PVP 型的队伍，在 PVE 的表现只是一般。唐三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好打刷分活动，因为他靠的是吸取武魂来增加输出，而通常这些刷分的首领是没有武魂的。但如果你的主输出是小舞，那在刷分活动的表现就会比唐三好，这时候就看到小舞的好处了，所以大家就自己决定要以谁为主输出吧。这游戏的升星是有限制的，想升到6星就要先有3个3星，所以是无法极限去升级一名魂师的。暴击队的核心队友是小舞、阿银、唐月华。
暴击队属于用完就弃的队伍，后期要转型。联机队是刷分活动最强的队伍，因为联机队出手快，而且刷分首领也多是单体的，很适合打单的联机队发挥。联机队的主输出是戴沐白，不是朱竹清，这是比较多人搞错的地方。朱竹清只是用来启动戴沐白的工具人。联机队在 PVP 前期的表现只属于中等，但在各种能加盾的魂师崛起后，很快就会打不动了。中期在 PVP 的表现也很快就会垫底。如果想加强联机队在 PVP 中的表现，就建议和狂暴队一起组队。戴沐白本身就是副输出类型的输出，主要能力是透过连击、追击和反击来频繁出手打伤害。即使离开联机队，无法使用连击，也还可以靠追击和反击来输出。这样的能力也让他可以轻易地融入任何一支队伍，并成为他们的副输出。戴沐白是刷分活动的强势角，所以养了绝对不会亏。戴沐白可以在史莱克自选和核心自选里获得，养成也很快。建议可以把联机队当成是一支专攻 PVE 的队伍来养。这边其实会更建议无氪玩家往 PVE 的队伍去靠拢，因为 PVE 才是资源最大的来源。比起玩其他队伍，无氪玩家用联机队在刷分活动中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数，更多的资源。而且在拟态修炼这里，越冷门的队伍就越少人和你抢，拍卖会里的碎片也是同理。这样你才能更快的成长起来。联机队的核心队员是朱竹清、弗兰德。异常队有两种流派，第一种是利用异常状态种类数量来增伤的直伤流派，主输出是风啸天，核心队员是火舞、焰、水冰儿，比较不推荐玩这种类型的，因为队伍缺乏续航扛不住。另一个流派是打真伤的火毒流，主输出是马红俊，副输出是独孤博，核心队员是火舞、焰和鬼魅。在异常队中，火毒流是比较推荐，因为它兼顾了生存。异常队也属于中期阵容，它和生存队一样很吃资源，但养起来后，中期在 PVP 的强度是仅次于生存队的。虽然 PVP 略逊于生存队，但异常队在刷分上的表现就比生存队强很多，是仅次于联机队的队伍。异常队在 PVP 和 PVE 的表现都可以排到第二，除了和生存队一样需要比较多的养成资源外，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了。若真的要说一个缺点，那就是异常队里比较缺少人气角色吧，所以也很少人会去玩这支队伍。最后一个狂暴队，主输出是比比东，核心队员是鬼魅、胡列娜，但完全不建议玩。这队大概是 PVE 里最痛苦的存在吧，在高难副本里，要血量低才有伤害的打法，完全就是在自杀。在需要连续通关、血量会持续的关卡里，狂暴队也是步步艰难。狂暴队在刷分活动没有优势，在 PVP 也只属于中游队伍，所以实在是没有玩的必要。若真的要玩，也建议把戴沐白拉进队伍里，这样至少在刷分上还能有些表现。前面说过，这游戏会需要养两支队伍，如果你的主队养了 PVP 类型的，那么副队最好是养一队能应付 PVE 的，这边更多指的是刷分活动。生存队和暴击队都属于 PVP 队伍，联机队属于 PVE 队伍，异常队则是两种都可以应付。当然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看自己抽出哪个队伍的魂师多，就去组哪队，这才是最快的方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